4月24号，台湾方面居然捏着鼻子承认了，他们那个号称自主研发、全村希望的海鲲号潜艇背后的技术指导和幕后大佬竟然是三哥。哎呦喂，你们能想象这个画面吗？这就好比一个连自行车链条都整不明白的二傻子跑到了隔壁村去给人家正儿八经当起了 F1 赛车的总工程师呀！这不就是纯纯的扯犊子吗？那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一出三哥漂洋过海去台湾修潜艇的旷世闹剧到底有多荒诞。这不仅是一场技术上的瞎子杯瘸子更是地缘政治上的一次极其下作的疯狂试探。4月23号，一家名叫印度国防研究之翼的搞了个独家大爆料。这一枚呢一向是喜欢吹牛的，但是这一次人家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直接点名道姓的把台湾的国际造船公司给卖了。报道里人家那是白纸黑字的炫耀，台湾的海鲲号潜艇，我们大印度可是有着汗马功劳的。而且三哥这一次可不是光动嘴皮子人家连细节都给你抖了个底朝天。第一，印度防务公司实打实的给湾湾提供了潜艇的子系统制造和机械部件。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潜艇肚子里那些铁疙瘩、管子、阀门包括什么结构件、流体处理系统，全都是用咖喱味的机床车出来的。还是这第二印度直接派了人，大批的印度退休海军人员和技术顾问现在就大摇大摆的常住在台湾的高雄。干嘛呢？给台湾的造船厂当大爷帮忙解决潜艇在建造、整合方面的技术窟窿。还有这第三，印度媒体还生怕别人觉得这帮人不够专业，特意强调我们派去的人那可都是操作过法国的鱿鱼级和俄罗斯基洛级潜艇的老司机。这篇报道一出整个国际防务圈都安静了，大家都觉得这肯定是三哥又喝多了在做白日梦呢。结果呢，到了4月24号，这意大利的航空博客等一堆外媒纷纷跟进，并且跑去向台湾方面求证。你猜怎么着？湾湾那边原本捂得严严实实的盖子被印度这帮猪队友一脚给踹飞了。那面对外媒的麦克风，湾湾那边是支支吾吾，满脸通红。最后竟然正式承认了三哥在该项目中的技术和工业贡献。各位，破案了实锤了难怪去年这个海鲲号下水的时候，我怎么觉得那潜艇的造型透着一股子飞饼的味道，合着这骨子里还真有印度的血统那既然聊到这个海鲲号我今天就得给大伙儿好好科普一下这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机型儿。2024年的9月份，台湾在高雄搞了一场极其浮夸的下水典礼。当时他们那个蔡大妈站在台上激动的唾沫横飞，一口一个国建国造一口一个历史性时刻。当时那个潜艇被一块大红布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连个螺旋桨都不敢露出来生怕别人看出来哪是用502胶水粘的。湾湾媒体当时吹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说这艘潜艇一旦服役就能封锁海峡就能震慑大陆。但是亮相不等于能用，下水不等于能打果然这个牛皮还没有吹满半年，外面就把海鲲号的底裤给扒得干干净净。这根本不是杀手锏这就是一艘集结了全世界各种残次品拼凑起来的水下铁皮棺材。它身上存在着极其致命、神仙难救的4大技术缺陷。第一，没有 AIP 系统。现在主流的常规潜艇早就普及了 AIP 系统。那这玩意儿嘛，它就相当于给这个潜艇穿上了一件水下隐身衣。有了这个 AIP 潜艇就可以在水下猫着半个月甚至几个星期都不用浮出水面，敌人的雷达根本就找不着你。但是海鲲号它没有 AIP， 这就意味着这艘造价上百亿的潜艇只要一下潜一段时间以后，它那个电池就没电了。那没电了咋办呢？就必须像个大王八一样把那个潜望镜和通气管伸出水面，启动柴油机轰隆的充电。在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战场上，你一艘潜艇敢在海面上露头充电，只要你敢冒泡那个反潜巡逻机分分钟把这个炸弹扔你脑门上。这就好比呢，你花了100多万买了一辆顶级电车，结果这个电池续航只有5公里，开出小区就得找插座你还指望开着它去秋名山飙车？第二，没有拖曳声呐。声呐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潜艇在水下它是个笼子，全靠声呐这个耳朵来听敌人的动静，这是现代海战保命和杀敌的绝对标配。
但是啊，海鲲号它没有拖曳声呐，为啥没有？因为这个技术太高端了呀，台湾自己又造不出来，有技术的国家又不敢明着卖给他，所以啊，海鲲号现在就是个半聋子。还有这第三啊，液压系统直接瘫痪。大伙儿听说过去年那个海鲲号偷偷摸搞2次海试的事吧？当时丢人丢大发了啊！刚开水没多远啊，潜艇里面的液压系统直接罢工了，那可是控制着潜艇方向度啊、升降度的命脉啊！潜艇在几百米深的海底啊，一旦这个液压系统失灵了，潜艇就不受控制了，那要么就是一头扎进海底的淤泥里憋死了，要么就是像个气球一样直接窜出水面。这种低级到令人发指的机械故障，要是放在咱们的造船厂，厂长估计当天就得辞职。但是在台湾那边啊，这就叫测试中的正常现象。还有第四，神奇的缝合怪设计。造潜艇啊，讲究的是绝对的整体性和兼容性。但是台湾有个屁的潜艇设计经验啊，他们怎么造的？据说是拿了一堆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旧图纸，然后满世界去淘宝。今天呢，从欧洲买了个雷达壳子，明天从美国买个战斗管理系统，后天啊，从印度搞点管子和阀门。潜望镜是进口的，声呐是进口的，电子战系统全是买的。这玩意儿离开外国的供应商啊，它就是一堆会生锈的铁疙瘩。而且呢，不同国家标准生产的零件，你硬生生把它塞进一个狭小的潜艇肚子里，管路怎么走，重心怎么调，电磁兼容怎么搞啊？外媒自己都爆料了啊，说海鲲号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初期设计和结构问题。我严重怀疑啊，等这艘潜艇真潜到深水区，那水压一上来，3个造的管子和美国人卖的阀门，它要是尺寸对不上，那个画面哦，简直就是海底爆米花机啊！好，那聊完这个海鲲号有多烂啊，咱们再来聊聊3哥去当师傅。大伙儿想想，当你生了重病，你想找个医生，你是不是得找一个医术高明的专家呀？台湾的潜艇病入膏肓了，结果呢，他们请来一位什么大夫啊？请来了一位连路都走不稳的印度神医啊！就一句话，恶心。咱们先不说印度在那个航空领域那种月度报废制的摔飞机传统啊，咱们就单说印度的造潜艇水平。3哥的潜艇工艺啊，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吧，那就是惨不忍睹。大家还记得2013年印度的击落级潜艇辛杜拉克沙克号是怎么没的吗？那可是印度海军的绝对主力啊！结果呢，在自己的孟买军港里啊，安安稳稳的停着，突然轰的一声，把自己给炸沉了呀！调查结果出来啊，全世界都惊呆了，因为印度水兵的操作失误，导致潜艇的2枚反舰导弹直接在发射管里短路点火，硬生把自己给爆头了呀！这就叫狠起来连我自己都炸呀！还有那个歼敌者号核潜艇啊，那可是3哥号称是自主研发的国之重器啊！结果呢，这破玩意儿从立项到勉强服役，造了快30年啊，熬没了多少届印度总理啊！而且就这造出来的破玩意儿，上面的核心反应堆是俄罗斯帮着弄的，设计图纸是俄罗斯改的。最奇葩的是，这艘核潜艇当年在港口停着的时候，居然因为这个水兵忘了关舱门，直接导致海水倒灌，把里面的核动力设备全给淹了。哎呦喂，核潜艇啊，因为没有关门被淹了。这种智障级别的操作，你翻遍世界海军史，你能找出来第2家吗？那咱们再说说印度的常规潜艇，印度引以为傲的卡拉瓦里潜艇技术哪来的？全是买法国人的游鱼机技术，在印度本土组装而已啊！就这么个组装厂的水平，这3哥哪来的底气，哪来的脸跑去指导台湾造潜艇？所以呢，我就给这波操作下了个极其精准的定义啊，这就是纯纯的外行指导外行。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那高雄的造船厂里，3哥吃着手抓饭，指着图纸对台湾的工程师说：“兄弟，这个液压管漏水没关系啊，听我的，用那个胶带缠2圈就行了。我们在孟买就这么干的。”各位，咱们笑归笑，骂归骂啊，这笑完之后啊，咱们得把这个眼光放深远一点。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3哥虽然干活不靠谱啊，但是他们这帮政客的心眼那可是坏得很哦。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行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地缘政治表态。大伙儿想想，现在的印度是什么德行啊？在对华政策上，印度可是已经全方面的倒向了美国人的怀抱啊。
莫迪老乡现在可是把这套玩得溜溜的。在北边的边境问题上，他们是3天2头的搞小动作，陈兵百万。在南海问题上，他们跟着美国人的屁股后面公开表态支持菲律宾那个跳梁小丑。那这一次帮这个台湾修潜艇，本质上就是印度在四方联盟的框架下走出的极其危险的一步棋。但是三哥贼啊，他们知道台海是中国的绝对红线，摸老虎屁股是要掉脑袋的，那怎么办呢？印度政府就玩起了他们最擅长的那一套掩耳盗铃精神胜利法。面对外界的质疑，印度官方对外咬死一个说法，哎呀，那些去台湾帮忙的都是我们印度的退休人员，他们是以私人的身份去打工的，跟我们印度政府1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听听大伙儿听听这套说辞，耳熟不耳熟啊？这不就是那些出了事的无良公司最喜欢用的临时工套路吗？退一万步说，就算人是退休的，那你印度防务公司卖给台湾那些潜艇的结构件，难道也是从废品收购站捡来的吗？那些带着印度军工编号的机械部件，难不成是长了翅膀自己飞到高雄去的？那根据印度媒体自己捅出来的内幕，印度绝对是深度介入了海坤级项目。台湾潜艇最核心的建造整合环节都有印度工程师拿着图纸在那比划，这条红线印度实际上已经结实的踩上去了。那另外印度自己的国防工业是个什么烂摊子他们自己心里面也清楚，正愁没有人跟他们当小白鼠呢。现在好了，台湾这帮人傻钱多的凯子主动送上门去花着几百亿新台币的冤枉钱买了一堆零件回来。印度这帮所谓的专家刚好拿着台湾的潜艇当试验品，练练焊接技术练练系统整合，反正出了事儿沉了底，没了的是蛙蛙。三哥拿钱走人就是了，顺便呢还能把积累的失败经验带回印度去。这波操作三哥自认为是低风险高收益简直是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那现在最尴尬的是谁？当然是对岸的台船和防务部门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搞的是非红色供应链，啥意思呢？就是只要不沾中国大陆的零部件和技术我都用。那为了避开大陆的压力他们跑到全世界去搜罗二手货边角料，结果呢拼凑出这么一个奇葩。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自主研发美国人卖核心系统赚大头，欧洲人卖零件赚中头，印度人带着退休大爷来搞技术指导赚小头。所有人都在拿着对岸老百姓的血汗钱狂欢。最可怜的是那些将要上海坤号服役的水兵。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动力系统是印度的管子连着的，电池是日本不知名的厂家赞助的，操作手册是7国语言混合编译的，而站在岸上指导你下潜的是一个曾经把自家潜艇忘关舱门沉底的印度老兵这哪里是去执行任务，这简直就是坐着一个造价几百亿的深海盲盒去见龙王。